江玉，你不想背书就污蔑我清白，我要你死！他不过是个踏步，我踏了几百分，已经命人示警张贴了。想休我，独占我江家，做梦！你到底想要怎么样？先将你这么多年欠我江家的银钱还上，然后你我和离，你去做青山伯府的乘龙快婿，从此我们恩断义绝。好，你要多少钱？不是我家小姐要多少，而是这些年你欠了多少。13年连本带息12570两350文，那简直就是狮子大开口。但我一笔一笔念给你听。上学3年，每年2两；现学府读书，每年8两，一共10年。笔墨纸砚，每年5两。抱身赤够了，月珍，钱。你欠的钱让我还？我又没拉人记账子。江玉这个人说得出做得到，要是不想你的丑事天下皆知，这个钱你不出谁出？哼！夏荷，把杯子丢了。是。江玉，必须死！今天就死！点过了，足额的。小姐，您别伤心了，是那白眼狼忘恩负义，不是东西。我不伤心，只是觉得恶心。相处13载，我竟看走了眼。小姐，您怎么知道苏玉珍在外会有姘头？还叫楚国公府的李管家把她给找了出来。齐元洪寒门出身，就算是状元，青山伯府也岂是他能高攀？这青山伯却着急把四小姐嫁给他，甚至不在意他已经成婚，那必是发生了什么。小姐聪慧，如今闹得如此难堪，看他二人还如何成亲？一个做了丑事急需遮掩，一个被扒了层皮才攀上贵妃母家，不会这么轻易放手。呸！婊子配狗，天长地久。小姐，我戳破了苏月珍的丑事，以他的性子，应该是着急派人来灭口。他们有所准备，先杀了江玉，回去就可以交差了。杀！上，都带走。是，安王。安王，六皇子。安王殿下怎会知道今夜的事？你认为是何人要害你？青山伯府四小姐苏月珍。你家家丁早已准备就绪，那说明你对此事早有预料。听闻当今六皇子心思缜密，有勇有谋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倒不值得吹捧。我把黑冰台安排在此守着，只是为了向江姑娘讨个顺水人情。安王殿下想借这个人情讨什么？江姑娘如此聪慧，江玉对上京之事并不关心。安王若是想拉拢楚国公，找我怕是找错人了。我身在帝王家，有太多的身不由己，而我掌管黑冰台多年，知道太多秘密。下任皇帝不会优待我，若想活命，只有一条路可以选。安王将自己的野心与我和盘托出，今日我若是不站在他的队伍里，他若要杀人灭口，绝不会像苏月珍一般草草了事。无妨，你只需知道，如今后宫太后、皇后、苏贵妃三足鼎立，我若要更进一步，苏贵妃诞下的八皇子，是我必须要迈入权力。青山伯府的苏贵妃，
原来安王在这儿等着。安王殿下会不会将自己的夺嫡之路想得太简单了？大皇子康王虽有贤德之名，难道不是一个有力的竞争对手？江姑娘，若是决意辅佐我，那我会告诉你更多；若是不愿，我也不勉强。只是今夜之事，是交由你来审，还是交由我黑冰台给你审出个结果？殿下若当真不想勉强，前面那些话也就不会同我说了。我不勉强，可你没得选。既然如此，今夜之事由我主使，委屈殿下给我做个副手。乐意上。说说吧，别以为青山伯府的人会来救你，这里是黑冰台，可不是我江家小院。既然这样，说与不说，不都还是死吗？死法也分好几种，生不如死，听过吗？六殿下，不知道你们黑冰台都有哪些让人开口说话的法子？法子多了，姑娘想听哪个？那是什么？可以拔牙，也可以拔指甲。那就先拔指甲吧。我说，是苏四小姐，她让我带人杀了你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？继续说。我知道的我都说了。不，你还有秘密没说出来，好好想。有，还有，我家老爷在外面有外室，就养在玉秋街的宅子里。说。贵妃娘娘年少时跟康王相识。怎么个相识法？喝水。醒了就接着说。贵妃娘娘一次出游，与康王相识，他们私底下相处过一段时间。后来青山伯府卷入了南北绑案中，贵妃娘娘就被送进了宫。这事你怎么知道？我娘以前伺候过贵妃娘娘。我小时候有天睡觉尿急憋醒了，我就听见我娘小声跟我爹说这事儿。你娘知道你听到了此事吗？我当时装作睡觉，后来憋不住，还尿了床。那青山伯和夫人知道他二人的事吗？想来是知道的。把人打死，还给苏四小姐。我知道的我都说了，饶了我，饶了我！安王殿下真是好算计，八皇子很有可能是康王血门。知道此事后，我若不投靠你，我楚国公府上下几百条人命都别想活。我怎么可能料到你能从一个下人口中审出如此天大的秘密？杨天福既死，你审讯之事无人知晓，此事交给我黑冰台来办，我一定让苏月珍还你一个公道。事已至此，小打小闹就没意思了。你想如何？为保我楚国公府，我必须入朝为官。但是什么？本想拉你入局做个傀儡，好让楚国公府为我所用，却不想你竟是如此有胆识谋略的女子。这写了什么？真是没想到呀！青山伯，做出这种事，就是啊。
见过六皇子说呢。这写的是你家的事儿。今有恶徒齐元洪者，本依寒微之人，幸得原配贤妻相助其苦毒，然其狼心狗肺、忘恩负义之极。彼方众荆轲状元，不思糟糠之妻，竟欲另娶青山伯府四小姐苏月珍，且为迎心腹，竟逼原配下堂，其行径之恶劣，令人发指。更甚者，苏月珍蛇蝎心肠，竟纵凶杀死原配。此二人行径之恶劣，天理难容，人神共愤，望天下人共讨之，以正视风，还冤者公道，使此等恶徒受应受之惩处。青山伯，这事儿你家做的可不地道。苏家的小姐是何必要去抢韩本状元呀？胡言乱语，胡言乱语，肯定是有小人在背后作祟。哼！去查查这个荆轲状元启元洪和青山伯在闹什么，满城风雨。儿臣知道事情来龙去脉。说，苏月珍杀江玉之时，我途经此地，救下江姑娘，逮捕了凶犯。审讯之后，才得知事情。你回到上京也有几日了，为何一直不奏此事？一边是青山伯府四小姐，一边是一介民妇。我劝着江姑娘先放下，只是江姑娘性子如此刚烈，没想到她能以卵击石。这个启元洪是朕钦点的状元，他卷到这个事情，你竟然不放在心上，怎么想的？请父皇治罪。报！不好了，陛下，有人敲登文谷，要告御状。不要命了！干什么的？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民女江玉，新科状元齐元洪结发之妻，今其高中负心，强逼休妻，另娶权贵之女。这权贵之女要杀民女，此乃天理难容，人神共愤。还请皇上为民女做主。说得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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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得好！你可知告御状要付出何等的代价？民女甘受杀威棒，只求面见圣上。齐元洪欺君罔上，隐瞒婚事，罪不容诛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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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就随了你的心愿，打你20大杀威棒！来人！赵元郎不是个东西，这群男人却只会欺负女子，官官相护，就会欺负我们这些老百姓。谁说你们打人的？阿王殿下，这是规矩。规矩？是我大前朝的规矩，还是他青山伯府的规矩？喂！这明显不是我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还好，殿下来得及时。阿王殿下敲登文谷告御状，便是以下犯上。为了防止诬陷，告状之人必先受杀威棒。这怎么就成了我青山伯的规矩了？你是不是也要打老夫20棒啊？哎呦，楚国公，您说笑了。近来身体可好啊？还死不了。看来楚国公对我有意见，有意见直言不妨，何必说这个气话？那青山伯欺负我楚国公府人的时候，你可曾说了？这话是什么意思？
祖父回上京，怎么也不回家呀？苏四小姐说，她的姑姑是贵妃娘娘，捏死我家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孙女不想连累楚国公府上下，请原谅孙女不孝。孩子，你受苦了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这可人啊，这么站不稳了，看着打的是我劲。楚国公，父皇命我即刻将人带入殿里。青山伯，你可是要拦我？老臣拜见皇上。拜见父皇。快快请起。谢皇上。江爱卿，你怎么来了？来人，快快赐座。老臣谢皇上赐座。不知江爱卿此来，所谓何事啊？望皇上恕罪，臣带病之身，本不该来见皇上。可今日事出有因，老臣丢过一个孙女，皇上还记得吗？记得，朕还见过你那小丫头，颇为伶俐。前几日，臣的孙女终于有了音信，老臣我还多吃了几口饭呢。这孩子是？皇上，我这孙女她命苦啊，嫁了一个读书人，盼望着当了状元，可是等来的是一只河狸树，河狸也就算了，可他们还是要杀了我的孙女啊！一个女子没有任何的错，被河狸还要被杀，臣心好痛啊！皇上，你不是说救了江姑娘吗？怎么让她受这么重的伤？青山伯，这女儿她有没有王法？陛下，这不是……陛下，民女要告御状。误会呀，全是误会呀！陛下，臣不知道她是楚国公丢失的孙女啊！青山伯，你的意思是，如果她是民间的女子，你就可以任意胡为吗？臣有罪。这样吧，将事关之人都带到殿前。朕也想见见那抛弃糟糠的状元郎和纵凶杀人的苏家贵女。是，父皇。臣女被迫和离，虽有怨气，却也只当自己时运不济。本想就此了结，但齐元洪和苏四小姐想要臣女的命，这口气臣女不能忍。齐元洪新科状元，未来国志栋梁，却是如此品行，臣女便是舍下这一条命，也要将这负心薄幸之人告到御前。楚国公，你这孙女有你当年的风范呀！皇上，臣的儿子、孙子都不成器。当年我就看着孩子聪明伶俐，我本来想亲自教导，哪知没几天他就丢了。唉，今日之事，朕必为江玉讨回公道。老臣代表孙女谢皇上了。臣女有几句妄言，恳请皇上恕臣女大胆。有什么话也尽管说。
臣女读史书，常在想，秦王朝为何短短2世就灭亡了？哦，起来会话。谢陛下。始皇帝在统一6国之前，广纳贤才，但在统一之后，却只听信赵高、李斯2人，以至于他薨逝后，2人篡改诏书，致使秦朝没落。始皇帝也落得与臭鱼同城，此事皆因这2人无德所致。2人篡改诏书，致使秦朝没落，始皇帝也落得与臭鱼同城，此事皆因这2人无德所致。所以臣女以为，朝堂选拔官员，应以德为先。臣女妄言，望陛下恕罪。这字字都提齐元洪，字字都是齐元洪。若是陛下把这话听不进去，对我们的青山伯父，对苏贵妃，甚至8皇子，都是重大的打击。臣有罪。臣教孙女无方，让她做了害人之事，臣愿受任何的惩处。子不教，父之过。都是臣。皇上，臣女对子不教父之过有些不一样的理解。你自说来。臣女以为，教养更多的是家庭熏陶，是在潜移默化中完成。孩子生来便是一张白纸，行为都是跟身边之人学。若是近亲之人没有德行，孩子即便被教导了礼、义、忠、信，却也很难做到。百足石难出好死，让这样的人在朝中任职，无论职位大小，终将酿成大祸，扰乱朝纲。那依你以为，该如何考察德行？臣女以为，为官者至少3代之内没有作奸犯科之人。若有1人有作奸犯科之为，其子孙不得为官。江玉，你可不要得理不饶人。若非我当日恰巧经过，救下江玉，他现在已经喝了孟婆汤，过了奈何桥。苏月珍，你当日可有饶过他？齐元洪德行有亏，不配状元之位，不去取状元之官，革其官职，择其3代之内不得参加科考，不得为官。苏月珍纵凶杀人，见其被害者无碍，则35杖刑30。闭嘴！青山伯管教家人不严，免其为国家操劳多年，罚俸2年，以儆效尤。雷霆雨露皆是君恩。祖父，明日我若是在菜市口被杖刑，先不说我受不受得住，咱们青山伯父还有贵妃娘娘的脸面出尽了。连杀个人都杀不干净，杨天福被黑冰台捉了去了，老夫想抵赖都抵赖不了。蠢货，蠢货！把小姐拖下去，关进房间里，等到明天时辰一到，拖去菜市口。是。祖父不要，祖父不要，祖父。江静兰、江玉、秦景维，今日堂上之辱，老夫一定要向你们讨回来。跪下！齐元洪一事，你回家告诉我，我岂能不管？为什么要和6皇子搞在一起？苏月珍派来杀我之人叫杨天福，我们询问之下，他说贵妃娘娘与康王殿下有染，江玉死不足惜，可我不能连累楚国公府上下。跪下，
快起来！你不派人过来跟我说一下呀？非得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吗？你是担心祖父护不了你吗？因这齐元洪一事得罪青山伯父，是板上钉钉了。我并未答应安王什么，我赌的便是他有野心，只要他想扳倒康王和八皇子，就必会为我铺路。事成之后，只要您不认下我这个孙女，您就不至于与贵妃娘娘交恶。孩子呀，你很聪慧，为何就不是一个男孩呢？祖父不怪我了。不怪，你小的时候就聪慧。你第一次喊我祖父的时候啊，就像一个小豆芽，歪歪斜斜，咯吱咯吱往我面前走，嘴里还清晰地喊着我祖父。你不知道，我又奇怪又高兴啊！你不知道，那个时候你多招人稀罕啊！我现在也招人稀罕。孩子，还疼吗？不疼。九江御史，当真只是路过？是。您命我南下调查私盐一案，线索回到京中。我是回京的途中才录遇此事的。那你当时是否知道她是楚国公府的嫡长女？不知，儿臣也是刚刚在登文谷前才得知此事。可是非常得意，自己救对了人，还楚国公府一个天大的人情。可儿臣判他不是。当日我救下江姑娘，捉拿凶手，询问缘由。江姑娘女中豪杰，巾帼之姿，令儿臣心动。行了，起来吧。江玉是高门嫡女，联姻是最好的选择。她虽是合理，你若不介意，朕一样为你们赐婚。楚国公的身体已是强弩之末，江家无人可用。若楚国公就这么走了，楚国公府就此衰落，他没脸见列祖列宗。因此，楚国公必会将江玉推入朝堂。父皇今日也见了他的才能，位居朝堂，并无不可。可朝堂之上，并无女官。可大前律法却说，女子可以为官。楚国公若真推举了，父皇应当如何？您能拒绝吗？当日我既愿意接手黑滨台，便对朝中之事没有算盘。如今面对新月之人，也只能形同陌路了。朕若赐婚，江家岂能此拒？可他的才能不该被困于宅院之中。若是能为父皇所用，必能为您分一份。江玉这种女子，入了朝堂也好，尚且在朕的掌控之中。若做了个女眷，还不知道在各家后院中能掀起什么风浪。还好这老六拎得清，如果他执意求娶，我非得剪光他的羽翼不可。若想保楚国公府，我必须入朝为官。但是什么？我虽为楚国公府的嫡长女，可若想祖父推举我入朝为官，我就必须让他和皇帝看见我的才能。敲登文谷，告御状，这是最好的一条路。只是安王殿下若卷进来，我告御状，皇帝必会起疑心，只怕会误了殿下的盘算。这御状你只管告，我自有万全之策。大少爷到。这是谁惹我们大少奶奶不高兴了？
现在都火烧眉毛了，你还天天在外面鬼混。每次我来，你都眼睛不是眼睛，鼻子不是鼻子的。要是看不上我，当初别嫁给我呀！当初我要知道你是这个德行，我绝对不会嫁给你。自从嫁给你，我有一条好日子过吗？成亲第2天，我就知道你有一堆同房。成亲这么多年了，咱俩就生了一个女儿，你自己地位不保，你心里不清楚啊？生不出儿子，怨你的肚子。你倒是埋怨起我来了。哎，今日你大妹妹回府，国公爷对她很是不一样，找你人都找不见。祖父把廖嬷嬷和李庄都拨给他了。他告御状，你祖父亲自去接的人，连那状元都被他摘了魁。我说这大前朝可是出过女皇帝的，别以为你是世子就高枕无忧了，行吗？哼，神经！女子要想出头，哪有那么容易？你，哼！不行，我非得张罗这2日把她嫁出去不可。小姐，您的身子好些了吧？伤得可真重，当时你就该带我去，替你挨了个杀威棍。玉娘，我听说你挨了杀威棒，这是我差人给你找的上好的金疮药。用你的东西，只怕会伤了我家小姐。玉娘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？我有没有和你说过，你没资格叫我玉娘？玉娘，看在我们青梅竹马的情分上，你就饶过我吧。3代不能为官，你这是让我和我的后人世世代代在底层在泥潭啊！你答应青山伯府亲事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我会如何？你带着苏月珍到我家逼我和离，给我写休书的时候，可考虑过我？苏月珍要杀我的时候，又可曾想过饶过我？我不知道苏月珍会这样做。我当日娶她是为了让你过上好日子。大小姐恕罪，小子没能看住她，让她给您添堵了。愣着干什么？给我打！往死里打！小姐，小姐，这怎么办？丢去青山伯府门府。是。这种事情这样吃东西，坏女人就是你！打死他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今日我前来，不想让人知道。殿下可是要我还人情了？不是。打死他！杀了他！这不足吃的活该呀！活该！打死他！活该！打死他！打！你身子好些了吗？多谢殿下关心，已经好利索了。父皇的口风我已经试探过，若是楚国公推举你，他应该会给你个机会。这些日子，祖父倒是对我多番试探，又无数次感慨。可惜我不是个男孩，他还在犹豫。可他没时间犹豫了。为什么？还记得苏贵妃与康王的事情吧？什么意思？他那一党有个叫孔文杰的，去年因贪墨被查，前些天他家中的几艘船被卖到了上清。卖给谁了？你大哥。这船有问题。至于具体牵扯到什么，你自己去查，尽快处理。若等我出手，楚国公府就保不住了。安王殿下，以您的手腕，便是没有楚国公府，不也一样能实现您的野心和抱负？为何要将我拉下水？关于这几艘船的事情，我会查清楚的。去办吧。是。哎呀，大妹妹，我就知道你今日会来悦来茶楼。苏家四小姐落得这个下场，只怕往后我们和青山伯府是要结下梁子了。嫂子怎么也来凑这个热闹了？
自从大妹妹回家之后，祖父时不时的就同妹妹一起用晚膳，看来这国公爷是十分看重妹妹的。我便托娘家呀给妹妹寻了门亲事。我姨丈的兄弟，去年夫人去世了，如今守孝满1年了，刚好要续弦。他是朝中的五品官员，妹妹你这和离归家也算是相称。婚姻之事，父母之命。嫂子若想给我说门婚事，不如同祖父说去啊。江玉还有事，先行告辞了。这女子出头哪有那么容易？这1000年来才出了1个女皇帝。你这大小姐从小在市井长大，就算聪明那也是小聪明。我丈夫江家荣才是楚国公府的世子，这还轮不到你一个小丫头片子说了算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尽快把你给嫁出去。安卫已经观察了那艘船1天，发现从上面卸下的10几包货物有些问题，说是布匹，就见那些船工搬的时候看着十分笨重。安卫偷偷地打开看了一下，就见货物的上面和下面都是布匹，但是中间装着一层盐。犯私盐，这可是祸基满门的死罪。祖父，孙儿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您告诉孙儿，孙儿一定改。先打他50鞭子！啊！祖父！你买的那几条船犯了私盐，知道吗？祖父，我不知道什么私盐。是不是你在祖父面前胡说了些什么？不知悔改，犯私盐是死罪。今天要了你的命，免得你祸害全家。祖父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您知道的，孙儿生性胆小，怎么可能去做那种要命的事情啊？那你把买船的事情说清楚，事无巨细，一点也不能说错细节。就是那日，我去启梦楼，老鸨蓝牡丹拽着我说让我评评理，说那人有几船货物欠嫖资不还，我过去帮腔了几句，那人便哭丧着说他的姑父是江州转运使孔文杰，自从他被查之后，便没有人敢跟他做生意了。现在是空有船，但却赚不了钱。我想着这航运的行当是一本万利，就把船买下来了。你哪来的钱？是偷了萧凌家庄里的字画，还有几个古董画瓶。我江家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孽障？你哥哥怎么了？为什么祖父把他关起来，还把我们院子给封了？大嫂，没有大事，祖父是想趁着这2日身体好，好好诊治他。我听说他是偷了我的嫁妆，那是我们2口子的事情，与你有何干系啊？再说我还没说话呢，轮得到你做主了？我告诉你，你哥哥可是楚国公府的世子爷。这次的事是大哥做的有些过了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你今儿不把你哥放出来，你别想出这个门。李忠，送大嫂回院子。请吧。哎，你是想把我也给关起来是吧？也好，那就把大嫂也关起来。是，小姐。哎，江玉，图谋不轨！你是不是以为我娘家没人，你就在这里耍威风，是不是？你给我放开！安王殿下好快的速度，我才刚查到此事与谁有关系，这几人就被你带来了。这人必须要杀，不能留活口。
这种事我做惯了，你就别沾手了。你是大小姐吧？奴才随传，卖给世子爷。奴才也算是楚国公府的奴才。放开他！谢大小姐，谢大小姐。为什么要把船卖给我家？不是世子爷将我们一并买下的吗？你做了什么事情，自己心里清楚。你的命肯定是要没了。至于要不要为了保住你主家的秘密而牺牲自己的儿子，你最好掂量清楚。看来是个忠心的，那就成全他，动手吧。用什么刑具？随便。我家大人说，小姐之前见识过拔指甲，今日特地嘱咐，一定让您见识见识拔牙。小孩子的牙是不是更好拔一些？小的还没拔过10岁孩子的牙呢，等抓到他儿子，小的试试。相信小孩子的呼喊一定比大人的更好听。我说，还吃得下吗？还是说叫人先送你回府，之后再审？这有何吃不下的？没想到你一个女子，下手倒是挺利落。不是你让他们叫我长长见识吗？楚国公在接你回府之后，有没有跟你说联姻之事？自然是说了，虽是和离归家，到底是高门贵女，要嫁也还是嫁得出去的。是哪家？想知道？我自然不会忘记安王殿下的提携。我同祖父说过，如果我有比联姻更大的价值，不去联姻也是无妨。眼下四言一事闹出来，楚国公府怕是要乱了。船是孔家的船，船老大不知道四言从什么地方来，卖船的就是个工具人，一问三不知。整件事情的关键就在那个叫蓝牡丹的老鸨身上。可这女人是个硬骨头，竟然一个字都不说。但这蓝牡丹似乎对江家之事都很熟悉，想来应该是同江家荣走得近。该不会是因为楚国公对你重视，让江家荣感觉到了危机吗？那冲我来就好了，对付江家对他自己没什么好处。我记得回家之后，娘好像和我提过，这个大哥打小和他就不是很亲。你对你二哥还有印象吗？有些印象，是赵姨娘的儿子，早产，身体底子弱，前些年就病逝了。你从你走丢起就开始记事了？是。听楚国公说，你自小聪慧，3岁时就已经能背千字文了。这倒不记得，也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走丢的，只知道醒来的时候就在人牙子手上，我就用瓦片把头发弄断，装傻，这才没被送去青楼。我爹娘就是我养父母，他们从人牙子手里买丫头，我见他们是个好人，就使劲盯着他看。我娘心软，就把我买回去了，当亲闺女养着。若非你聪明，若非他们人好，都已经过去了。此事该不会是人为吧？小姐，你总算回来了。赵姨娘白天来了好几次了。赵姨娘，她来做什么？问世子爷现在怎么样了。夏荷，
你知道这赵姨娘什么来历吗？您不在的时候，我和廖嬷嬷打听过了，说是赵姨娘是您父亲婚前的相好，青楼女子。老爷要纳入府，国公爷不同意，国公爷为这事儿还差点打死老爷。成婚之后，老爷还是纳了她。好在赵姨娘虽然得宠，但不骄纵，同夫人没什么矛盾。赵姨娘的孩子要是还在，应该和大哥年龄相仿吧？何止年龄相仿，两人是一天生的。一天生的？说是赵姨娘难产，碰上夫人生产，老爷非要让给夫人接生的稳婆去给赵姨娘接生，闹了通大的。夫人也是可怜，生下的大少爷随了老爷的脾气，烟花柳巷不少去。夫人管他，他便跟夫人离了心。你又3岁走丢。祖父，您今日的咳嗽比前几日厉害，此事你也别太忧虑，会有办法解决的。回话了吗？什么都没审出来，得仔细查他和大哥的关系，才能知道大哥到底参与了多少。查，一定要查清楚。好，还有一事，你就直说吧。我刚才回来，夏荷说赵姨娘来找过我几次，说是关心大哥的情况，她好像格外在意大哥。你接着说。大哥和二哥是同一天出生的，因为稳婆的事情，场面混乱。听闻二哥在世时，赵姨娘也鲜少去看他，对二哥的子嗣也并不关心，所以我猜测他们的身份是不是被互换了？祖父，祖父，说。安王殿下3更半夜闯入我的闺房之中，成何体统？事出突然，见谅。查到线索了。你大哥身边的常福每个月都会去荣春堂买一份药，虽然每次药方不同，但每次总有穿污。赵姨娘经常去灵岩寺旁边的百草堂买药，也是药方不同，但每次总有一味草物。老鸨蓝牡丹常去西城的逍遥铺买犀角。这3味药合在一起。我问过太医，这些毒跟你二哥中毒的病情极为相似。这蓝牡丹在玉琼街还有一处宅子。玉琼街？有！还有，我家老爷在外面有外室，就养在玉琼街的宅子里。蓝牡丹是青山伯的人。这私盐一案牵扯面极广，你们尽早摘出去。接私盐的人里，还有江陵侯府。江陵侯府，我大嫂张香菱的娘家。若你大哥确非为嫡子，那他们江陵侯府一定会找你们讨个说法。你们一定要早些切割，我来收尾，能保你们江家无虞。汉王殿下如此尽心尽力，我若再不向你效忠，倒显得我不识抬举了。这只是我的私心，你不必在意。大哥，蓝牡丹、赵姨娘3人买的药，要汇成一份才有毒。大哥必定清楚自己的身份。至于蓝牡丹背后之人，虽没有证据，但很可能是青山伯。因孙女与青山伯府结怨，
差点害死楚国公府上下。此事与你有什么关系？都是你大哥晃的。青山伯心狠手辣，你能提前发现此事，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不过，这青山伯府不缺银两，他为何会做这足以灭族之事啊？寻常百姓犯私盐，是被生计逼得走投无路。但高门大户这么做，就只有一个原因：造反！康王年近40，陛下身体还康健，不走险棋，不可能继承大统。康王另有谋划，青山伯府便借着私盐一案，想嫁祸于我们，目的就是要扳倒我们。可惜蓝牡丹不肯说出背后之人，要涉自尽了。国公爷，大小姐，祖父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我以后一定老老实实的，我反反投降，我说，你什么时候知道你不是嫡长子的？孙儿，不明白祖父在说什么。赵姨娘都已经认了，你还要装神？6岁，你可是自己被蓝牡丹设计了，他卖船给你，目的就是要让江家满门因犯私盐而被抄斩。我不知道，我知道祖父瞧不上我，只是因为我是嫡出的身份，所以才立我为世子。我太想做出点成绩，让祖父对我刮目相看了。那你可知蓝牡丹与青山伯是何关系？看来他并不清楚此事。当日我到底是如何走丢的？你3岁就能背诵《千字文》，深得祖父赏识。赵姨娘便托人给我递话，说我是庶子，让我去讨祖父欢心。可祖父对你更加器重，我便玉忠，拿酒来！祖父，我真的再也不敢了，求求你饶了我这次吧，我也不想被换啊，祖父。祖父，你被换，你无可奈何。你可以隐瞒不说，却害了玉儿。为了你的愚钝，差点整个国公府的人全部被斩杀。我今日若再连你一命，我如何去向列祖列宗去说？祖父，求求你，不要，求你饶了我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是你孙儿，祖父，祖父不要，祖父，祖父，饶了我，你不能，祖父。王爷，何事？这是今日一人塞到小人手里的。可以收网了，准备一下，我要入宫。我家小姐还没起呢，有什么事情不能晚些再来。你给我让开！夏荷，你先下去吧。你给我让开！好你个江月！江月，你嫉妒你大哥是世子，就栽赃他不是嫡长子是吧？昨日抓来的赵姨娘那房的人，李嬷嬷都交代过了。当年赵姨娘买通我娘找来的稳婆，在我娘生产当日，赵姨娘喝下催产药，与我娘同日生子，还教唆我爹把我娘的稳婆找来，稳婆两边跑，就是为了调换孩子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，这
江玉，都是你！自打你进府之后，这府里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。江玉，你就是个灾星，你就是楚国公府里的灾星！住口！江家柔谋害嫡子，昨天晚上就自杀了。什么？不可能的！我堂堂侯府嫡女，嫁的是你们楚国公府里的嫡长孙，你现在告诉我他是个庶子，都是你们杀了他，都是你们杀了他，都是你杀了他！胡闹！你们就欺负我一个人是吧？你们说什么我都不会信。好，我人微言轻，那就让我父亲江陵侯渡过公爷您说吧。胆大妄为，他们要干什么？造反吗？你是说，有人将这事儿写在纸条上，放在你们黑冰台的手里，就走了？是。会是谁？上京城中有暗卫的人家不在少数，儿臣猜不出。你们查到的人里，还有主谋？那么大规模的范私盐，把京城高门大户一半都牵扯进去，必然是发现了眼眶。查到这些人一直都在上京，可上京以及周边郡县都在父皇您的掌控之中，哪里还会有眼眶？盐矿可有线索？根据儿臣目前掌握的线索分析，盐矿应该在南陵，不是考母妃娴妃的娘家吗？此事继续调查，务必证据确凿，向朕汇报之后再行动。是。江陵侯府抄家，其余人按律查办。江陵侯府42人，仆从223人，都要问斩。张香菱也要被斩吗？楚国公府嫡长子变庶子，张香菱不满，和离之事闹得沸沸扬扬，谁也保不了他。此事与你无关，是他执意要走，怨不得别人。安王殿下，楚国公就不要折煞我了。若非安王殿下放我们一马，如今被斩的就是我楚国公府了。楚国公心系大钱，我父皇心中自有定夺。此事你们本来是被殃及，只可惜我未能找出青山伯府嫁祸的证据，但此事一定会水落石出的。楚国公莫急，我一定给你一个交代。江家柔已死，我楚国公府后继无人。江玉虽是女子，但聪慧过人，行事果决，有勇有谋。楚国公若推举她入朝，可保楚国公府50年内不生变数。殿下愿意？此事为何要问我的意愿？若江宇入了朝堂，你应该知道，从此以后你们2人断无可能。老夫虽然上了年纪，但也知道有几斤几两。若安王只是为保全一门忠烈，大可不必这样做。祖父，我与殿下绝无私情，私盐一案的处置，江玉没有私心。是，我奉旨调查私盐一案。我大哥和苏贵妃视我为眼中钉，与江玉合作，实属是无奈之举。若不是事出有因，我一定不会把他牵扯进来。老夫明白了。来，
替老夫送安王殿下。是。不必了，我认得路。府上置办丧事，我就不打扰了。安王绝非良配。祖父瞧不上安王。安王是宫女所出，若不是睿亲王赵府，他连做黑冰台的机会都没有。如今做了苦力，绝无入主东宫之可能。不管谁坐在大位，都不会让他好活。不要总是捣鼓这些东西，让太后真担心。木鸟如何能飞啊？皇兄，你别不信，迟早飞给你看。儿臣叩见父皇。起来吧。拜见皇叔。你们聊你们的，我先去见见太后。去吧。你皇叔心思纯净，不要把这些污浊的东西带到他面前。儿臣明白。霞姐，这上京城开的花都跟咱们那儿不一样。您看，漂亮极了。刚才明明见到有只狐狸跑来，二位小姐可曾见过？狐狸没看到，找死的禽兽倒是有一只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江玉，你害我四妹妹在菜市口被杖刑不够，还想杀我灭口。看来青山伯府的家教便是有倒打一耙这一条。废话少说，今日我要为我四妹妹报仇。刀剑无眼，苏二公子承认。今日我必杀了你！你还好吧？无碍。什么人？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伤我青山伯府二公子！黑冰台是安王殿下，不知是安王殿下驾到，小的冒犯了。不知我们青山伯府何时得罪了安王殿下？您要护着这个伤人的凶犯。苏磊咎由自取，是他伤人在先。你们若非要讨个说法，就跟我去公堂对簿，或者由我来禀明父皇。安王殿下，请恕罪。我们二少爷伤势不轻，我们先送他回府了，告辞。退下吧。今日之事，多谢安王殿下。今日即便我没有来，你也一样能妥善处理。我只不过是锦上添花罢了。殿下若没有其他吩咐，江玉先行告辞了。这是我在庙里给你求的平安符，它能保你前程似锦，官运亨通。那老和尚说，你是个女子，如何能官运亨通？真是头发短，见识也短。
安王殿下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以后还是莫要做这些让人误会的事。没有误会，我心悦于你，所以我一直惦记着你。这符我不能收。我知道你的胸怀在庙堂之高，在江湖之远，独独不在儿女情长，感情之事。我的腿伯爷，二少爷的腿怕是治不好了。高僧，父亲，雷儿是被楚国公府的江玉弄伤的，还求父亲做主，杀了江玉，求父亲做主，求父亲为我儿做主，求父亲为我儿做主。私言已甚，我下了这么大一盘棋，最后还是没弄死江定南。他杀了个孙子，不仅保全了秦族，如今还让他的孙女入朝为官，我绝不能让他如愿。老臣拜见皇上。爱卿，爱卿啊，你这折子是什么意思？皇上，老臣家里出的事情，您知道了吧？惭愧，嫡子被庶子换了，嫡子又英年早逝，老臣无脸见人啊！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，谁没有个治家不严的时候啊？可老臣没有后继之人呐。皇上你也知道，臣的孙子那德行，别说让他光耀门庭了，他不给臣惹事已经够好的了。臣本来是打算100年之后跟列祖列宗谢罪，可如今臣的孙女江玉给了臣希望，老臣想赌一赌，不想让楚国公府败在臣的手里。但是爱卿啊，江玉是女子，她入朝为官有多难，你清楚。皇上，老臣知道她的前途艰难，可老臣自不瞑目啊，皇上。陛下，我大前从来没有女子为官，如今岂能因为一个江玉就坏了这个惯例？吾皇三思。吏部尚书，臣在。你来说说，这女子可否为官呢？回陛下，依大前律法，这女子可以为官。那得同天下男子一样参加科举，今年的科举早就结束了，让他等到3年后吧。举荐也是可以，经吏部考核之后方可为官。那就一律去办吧。
遵旨。来看看啊，最后一点了，来完收摊。来了，快走！若图何人？当街刺杀朝廷命官，举荐女人就是这下场。这次是他，下次就是你了。安王殿下真的挺爱做这些上不了台面的事。那能怎么办呢？总不好光明正大的拜访你吧。现在整个上京因为你都乱成一锅粥了。吏部尚书被恐吓，考核你的吏部官员人人自危，还有人拿很难的考核逼主考官用。难呢，很难的题，可父皇顺水推舟准了。但命我追查恐吓一事，只是那送考题的人死了，线索也就断了。考题很难？难，非常难。那就好，如此通过，就不会有人再质疑我了。我在朝堂等你。再陪我一会儿。明日大考在即，眼下已经看不进去了，殿下帮我静静心。想做什么？时候不早了，殿下赶紧回去歇息吧。用的是那套题吗？青山伯放心，今年科举都不敢用，陛下能忍了这套题，他也不想江玉入朝。这江玉功底深厚，见解独到，行文简洁，条理清晰而不失文采，是老夫见过最赏心悦目的试卷了。这试题比先前的科举还要难上一样。不过，若是您的孙女今年参加科举，这状元怕是要换人了。那齐元洪就是与他合力的。起来吧。你说，如何才能让我大钱长治久安呢？臣女以为，一个国家想要长治久安，首要的是军事力量强大，其次就是要得民心，让百姓安居乐业。爱卿以为如何？江玉之言，臣受益良多。爱卿以为，江玉入朝中该给何等官职啊？户部掌管钱粮经济，女子心细，更能发挥出能力。今年国库空虚，几个大型贪污案件查到现在都没有结果，我在户部势力又薄弱，江玉去户部，只怕举步难进了。那户部还有空缺？有，户部清查御史6品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户部清查御史吧。谢主隆恩。去户部好，户部是康王的根基所在，我倒是要看看这个官能当几日。夫君，恭喜啊！你的前妻楚国公府大小姐江玉，今日通过了吏部考核，皇上亲口赐官户部清查御史。
6匹。玉娘跟我已成往事，她的事不必跟我提。玉娘，叫的倒是亲热。你这个废物，自从婚后，你从不与我同床，怎么嫌我失贞？你也就只配我这种失贞的。我告诉你，齐元侯，我也看不上你。本小姐想要男人多的是，不差你一个。去，明日给我找个小官过来，要身体壮实的。汤大人说，您先去价格库整理经年文书，慢慢了解户部各项事务。是。户部尚书汤伯阳是康王妃的父亲，康王与青山伯府有内重关系，他不会待你太好。安王殿下，来看看你，怎么样？整理档案这工作会有落差吗？挺好的，在这里可以了解到很多讯息，大钱的税收、人口户籍、各项支出都在这里，我可以了解到很多事情。和我打上官腔了？丞相为何会推举我来户部？他与康王可不是一路人。吏部尚书被恐吓一事，十有八九是青山伯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主动出击。是你安排的？查查军费吧。我是来接这个的，已经跟汤伯阳说过。你是故意的？自然。哼，眼看着我要吻他，却没躲。江云，我在你心中到底也是有些不一样了。景和16年，军部申请的军费是粮食2312万担，布匹532万匹，军饷465万两。之后的军费每一年都在涨，到了今年，粮食都涨到了3900万担，布匹762万匹，军饷682万两。可这几年没有战争，无需扩充军力，这太奇怪了。景和17年，长矛的申报数量是12万支，需要72万金铁，也就是说，一把长矛需要6金铁。但是到了景和18年，平均每支长矛多出了半金铁。不仅如此，其他兵器和铠甲的用铁也多了，总共多384万斤，折合银子5万多两。铁器司打造一支长矛只需6金铁。余下的兵器、铠甲需要的铁，这里也都写了。此事你都已经查得清清楚楚了，却还要我来做这个出头鸟。此事我不好出面，可若是你查出来的，那是大功一件。我还真是安王殿下手里一柄趁手的刀。彼此彼此。余下的调查，江大人自食其力。承接兵部长矛、铠甲、马鞍等，这些需要军需打造的，是一个叫汇丰铁器房的地方。汇丰铁器房东家叫洪勇，这人没查出来，只知道他不是上京城人，
这汇丰铁器坊是何时成立的？有2年了，在皇上决定扩军之后。也就是说，这汇丰铁器坊是专门用来承接军需而成立的。应该是。我去汇丰铁器坊走一趟。张大人，大王有请。你这身装扮，我险些没认出来。一时兴起，来城南逛逛，穿男装便合适一些。汇丰铁器坊是在扩军之后开设的，主人洪勇是柳州郡人，凭空出现的。不过他与军器监项永和关系莫逆。你什么都知道，却还看着我查？此事得你来查。假如你什么都没查，就参康王谋逆，就算证据确凿，那父皇怎么想我？可这铁器司为何将武器打造分出来？铁器司出了场事故，死了3个铁匠师傅。什么事故？爆炸。说是一个学徒家中有喜，买了不少炮仗放在了打造房，打铁炉子不知怎么倒的，点燃了炮仗，一下子爆炸了。大理寺没管？管了，查了，说是意外。只要查明白了项永和与洪勇2人，此事应该就明了了。这样，我查洪勇。你倒是挑了个难查的。这项永和4品官，要查他可太容易了。以后你的人找我用这个，我的人找你议事。好。怎么，想坐下来陪我喝2杯茶？此事了却之后，你我2人便不再合作了。早前不是说过，你入朝之后，我会在朝堂助你一臂之力吗？你不欠我什么。我若扳倒康王，你我往来过密，皇帝必定会对你起疑心。我不想你因为我而失了往后的算计。他朝你若为帝，我愿向你效忠。官员与皇子勾结，我不想落个满门抄斩的下场。祖父觉得如何？一个字：俊。军期监项永和虽然没有权柄，但油水很足。我之前认为他是承恩侯的人，承恩侯当初在军中与他们接触不少，但是承恩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？国公爷、大小姐，已经查到了。项永和是在原配夫人离世之后，娶了个7姓女子为妻，没多久他就进了军监，还做了8品小官。项永和的夫人是什么来头？戚家20多年前来的上京，开了几家铺子，其他的看不出。继续查。是。安王传信约您见面。
安王殿下出入我楚国公府上，一向如入无人之境，今日倒是一反常态。江姑娘既然要与我决断，那我还是规矩些好。可是查到了什么？江大人，赛马吗？好啊。江大人马术不错，比不上安王殿下。对本王来说，骑马也是保命手段之一。人生在世，能为命运挣扎也是幸事。江大人也会为命运挣扎吗？殿下查到了什么？军器监向永和的夫人，是我大哥康王的表妹。此事外人几乎不知。另外，听闻明日户部尚书汤伯阳要为他母亲寿诞设宴，邀请你了。是。康王也去，小心点。公道！见过康王，康王妃，给我们免礼吧。这位就是楚国公府的大小姐了。臣见过康王殿下。一直都听说江大人巾帼不让须眉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与众不同。都是谬赞。楚国公，你这孙女儿不减你当年的风采。她还年轻，还需要多多担待。时间不早了，大家请入席。请。感谢诸位大驾光临，老夫敬诸位一杯。大侄女儿，酒桌上就得喝酒。来，伯父敬你一杯。不知伯父好酒，是我的不是。早听闻安陵侯好美酒，不如本王陪你喝一杯如何？不如本王陪你喝一杯如何？去拿个酒杯过来。江大人虽然巾帼不让须眉，但毕竟是女子，不如由本王陪你喝一杯如何？江玉初次参加宫宴，本该先给各位前辈敬酒，但江玉也是初次面对这种场合，一时不知如何应对，失礼了，自罚3杯。好酒量。小姐，你今日喝了酒，早些休息。知道了。我大哥给你挡酒了。
安王殿下不是说要守些规矩吗？我明天就带人去抄了他的军营。不止呢，你大哥来向我求亲了。他说康王妃身体欠佳，然后怀孕了。康王妃还没走，这老丈人就忍不住给塞康王妃的姐妹进来。他说讨厌这种尔虞我诈，还说不介意合理利用。我们这位户部尚书大人让我到价格库整理档案，是想拿我当刀杀自己的女婿。昨夜一树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我现在就进宫。去做什么？昨夜一树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父皇，范思言的案子有进展了。虽然很多线索断了，但儿臣还是怀疑岭南那边。听闻大哥对岭南的情况熟悉一些，儿臣本想问他，一直在他府上等到刚才，都没见到大哥。那就改日再说吧。是。你去打听打听，康王今天都干什么去了？奴才倒是有所听闻。说，今日户部尚书母亲寿诞，江大人就是楚国公府的那位也去了。安莲侯让江大人喝酒，康王殿下去挡酒了。人家叫来。是。参见父皇。你的王妃身体如何了？更加严重了，让太医看过了。他从民间找了许多名医，都无济于事。那怎么还去参加宴会呀？王妃在闺中时与唐老夫人交情深厚。那你呢？你的王妃病重，你在她祖母的宴会上对别的女子大献殷勤，叫外人如何说我们皇家？你不要面子，朕还要呢！告诉你，等你不可能进皇家，你就死了这条心！公公，我来之前，何人来过？安王殿下待了片刻。王爷，康王的亲随来了，说康王殿下想请王爷喝茶。看来我这大哥还真着急了呀。去回了，说本王没空。是。父皇，大哥请儿臣去喝茶。去，盯着康王，朕倒要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。是，陛下，康王来报说，康王妃刚刚过世了。啊！大小姐，昨夜康王被叫进宫，半个时辰之后出来的。1个时辰之后，康王府就传出消息，说康王妃去了。康王这是急了。向永和的事情查得如何了？啊，他……小姐，安王派黑冰抬过来了。你们俩先下去吧。是。是。这汇丰铁器坊洪勇的妹妹是康王幕僚的小妾，军器监向永和的夫人是康王的表妹，
难怪这康王能从军需里贪下这么多钱。你家殿下呢？瑞亲王在牛角山失踪，殿下去找他去了。这一晚上发生了太多事情，康王妃去世，瑞亲王失踪，一面上用葬礼让我们放松警惕，一面又把安王统帅的黑冰台调开。他总不会是想逼宫吧？殿下猜测，应该是转移。眼下京郊大营归承恩侯管，殿下走之前已经告知了承恩侯，他让我叮嘱江大人，一旦发现康王府的人进入牛角山，就可入山抓人了。我知道了。你讲一讲。是。启禀陛下，微臣今日训兵，发现康王在牛角山私下屯兵，1205人。臣到了户部后，尚书大人让臣到价格库整理卷宗，臣便从户籍开始整理阅读，到最后整理军需时，发现了问题。这就是传说中的疆域，确有巾帼不让须眉之姿啊！父皇饶命啊！儿臣是受人蒙蔽的，这一切都是户部尚书汤幕后策划的，是他故意让女儿接近我，然后又嫁给我，又整日在我耳边说要早做土某，参谋军需也是他指使的，这一切都是他策划的。牛角山上的人都是他雇佣的，他是把刀架到你脖子上了吗？儿臣知罪了，父皇，儿臣知错了。传汤伯阳，你来讲一讲，你为何不直接举报他贪墨军需？禀告皇上，臣女没有确切证据，不敢上报，以免污蔑了康王殿下。你呢？我是听闻牛角山有紫杉木，想去寻寻。有了紫杉木，我的木鸟没准就能飞起来。是不是没事？你们议政，我先走了。去吧。父皇，儿臣已查明，消息是大哥传给皇叔的，陷阱也是大哥布置的。你皇叔又不参与朝政，你害他干嘛？都起来吧！你给我跪好！微臣参见陛下。陛下，臣冤枉。前天晚上，臣的女儿差下人来送信，说是康王要杀他，那臣还不信。没想到第二天，臣的女儿她就……第二天早晨，安王围了康王府，请出了康王。臣女儿的丫鬟趁机她是逃了出来，将一本账册交到臣的手里，他也咽了气呀。陛下，这账册在此啊！严查，按律严查。是。汤伯阳呈上的那本账册可是私盐案。捉拿的时候，你让承恩侯去就行了，你去凑什么热闹？如果你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这不是没事儿吗？瑞亲王失踪，是你安排的，让康王以为你们中计了，将计就计。是王叔将计就计，我找到人了，才知道此事。你们一个个都有主意的很。汤伯阳供出了私盐一案，这个案子就算是彻底了了。
可是汤伯阳死罪难逃，活罪难免。汤伯阳至少能保全汤家不被满门抄斩。我大哥已死，被赐了毒酒，贤妃也在后宫中上吊自缢了。眼下青山伯府也好，苏贵妃也好，都只能靠八皇子行事了。他们视你为最大的竞争对手，你我之间的往来越少越好。你大哥已经让你父皇寒了心，莫要让他再对你失望。知道了。人走了。嗯。你可后悔自己的选择？不悔，他不会为我放弃什么，我亦不会为他放弃我的责任。人生从来没有两全。未必就没有。祖父，你别这样。我知道我快不行了，我得把后事做好。我们江家无人可用，所以楚国公这个爵位必须由你来继承。祖父，你别这样，我们在寻名医。爷爷已经活了70多岁了，我楚国公府还没有你这样优秀的人。你破了康王的大案，立了大功，我上奏折给皇上，由你来承袭爵位，皇上不会拒绝的。祖父，你我都清楚，你有了爵位，以后仕途会顺利得多。你好，我楚国公府才会好。我们楚国公府效忠大钱，唯有在你手上才能光耀门楣。你莫再推却。我承袭爵位之后，定会尽我全力将我江家后人培育成才。好。皇上。军需贪墨的案子查得怎么样了？臣发现了税收和河道的账目都有一些问题。还有吗？目前就是这些。为何先查军需贪墨？在发现军需贪墨的线索前，臣本是想先查税收问题的，因为税收问题在地方，臣查起来相对容易一些。后来臣看到军需账目有出入，此事牵扯太大，臣害怕查晚了就出事了。那税收和河道的事情，你开始着手查吧。这2个案子办好了，朕给你升职。是。另外，你祖父的奏折，朕准了。楚国公。祖父勿恼。祖父若想让江玉离开朝堂，月珍倒是有一妙计。也有办法。江玉是个女子，只要我们散布谣言，说她有今时今日的地位，皆靠爬了龙床讨来的，即便是空穴来风，又有谁会信她？陛下若想平息风波，就只能把她纳入后宫，后宫不得干政，自此楚国公府的爵位便后继无人了。过了年选秀，也选个王妃吧。父皇，儿臣现在不想。过了年就22了，早该成亲了。该不是心里还惦记着那个江玉吧？
朕当初跟你大哥说的话，今日再跟你说一次，那个江玉绝不能进我皇家的门。儿臣请旨，前往岭南彻查私盐一案，案子一日不查清楚，儿臣一日不回上京。准啊，去吧，一辈子都待在岭南。谢父皇。下官见过瑞亲王。坐吧。皇兄让锦为选王妃，他就自请去岭南了。我皇兄说了，让他待在那边，别回来。楚国公，往后若是有需要我帮助的地方，尽管来找我。楚国公最近可是风光无量啊！那是他的能耐。哼！楚国公接旨。奉天承运皇帝制曰：户部清查御史江玉素秉忠贞，才识敏达，锋线肃然，前奉敕稽查军需，洞烛监督，破贪墨之网，绝度使之弊，又贪税赋度弊，清厘积欠，追赃100万以充国用。更查私铸官银之案，断萧图之谋，护权祸之政。3案并举，朝野震慑，立志一心，国躺得安，而以一女子之身，行雷霆之威。要说这江玉可真是个奇女子，一年之间连破大案，先是军需贪墨扳倒了康王，再是赋税和私铸官银两岸并查，扳倒了谢家。哎，你没听说吗？听说什么？这是江玉厉害，是他床上的功夫了得，那皇上伺候得好，才换来锦中书省的。赋税夙夜匪懈之志，若使百僚笑耳之中，何愁海内不敬？卿哉！臣谢主隆恩。起来吧。翻过年篇，照旧例，今日宴请诸位卿家及女眷，今日都不必拘束。谢陛下，谢陛下。若说才气，京城贵女当中，哪个比得上楚国公？今日得见真人，真是品貌出众。皇上恕罪，妾身只是忽然想到了一些很好笑的事情，还听说了可笑之事。有什么话直说便是。你莫不是听说了楚国公爬了皇上龙床之事，觉得品貌出众这个词，楚国公配不上是吗？放肆！没有真凭实据，可谓污蔑。苏贵妃，你可知污蔑朝臣，该当何罪啊？母后恕罪，这是流言，可现已传得满城风雨，人人皆知。楚国公她毕竟是一介女子，这以后叫她如何再嫁？不如皇上将她……皇兄，臣弟心悦楚国公，还请皇兄赐婚。王爷，
难道你没听说？本王只知道母后说的就是对的。臣陆少阳也心仪楚国公，请皇上赐婚。陛下，臣心悦楚国公，请陛下赐婚。先前还想着这谣言是何人传出来的，如今倒是看明白了。青山伯与苏贵妃是想我离开朝堂，逼皇上将我纳入后宫。陛下，臣心悦楚国公，请陛下赐婚。楚国公是臣的表妹。好。好女百家求，楚国公冰清玉洁，才华出众，被许多男子所爱慕，这是理所当然。楚国公，那你是怎么想的？臣暂时无心婚配。那就以后再说，都坐吧。皇帝，朝廷大臣不可污蔑，此事你可要查清楚。这流言，朕早有所耳闻，已经在查了，相信无日便有结果。今日暂不表此事。来，众卿家，共满饮此杯。已经查到这个谣言就是从宜春楼里散播出去的。此事千万别让祖父知道了。祖父最近的身体不好，别让他再为此事分神了。大夫说，只要熬过这个春天，这身子应该还能缓过来。楚国公放心，我已经吩咐过家中下人，都管好自己的嘴了，不会传到老爷子那儿。好，你去把宜春楼的老鸨带来，我要审他。此人失踪了。失踪？小姐，黑冰台要见您。以后，你的人找我，拿着这个即可；我的人找你议事。这位爷，奴家若是做错了什么，或是坏了什么规矩，还请爷提点女儿。若是奴家解决不了的，也可以找人帮着解决啊。我东家的女儿嫁给了门下省侍中魏东辰的次子。本王有话问你，需要把他叫来旁听。你是？不用。王爷想知道什么，尽管问，奴家必知无不言。楚国公是要自己审，还是要本王代劳？前2天从宜春楼传出一则谣言，说楚国公爬上了皇上的龙床，你可知晓？1年不见，如今的安王气势更甚，眉宇间也更加淡漠了。奴家不知。不知？看来本王问你不管用，还是把魏东辰叫过来吧。不用。奴家
奴家想起来了，什么都想起来了，是那日蒋大人吃醉了酒后提起了此事。哪个蒋大人？御史大夫大公子蒋离辉。怎么都不等我？谁让你这吏部尚书的大公子这么难请，每次都得3请4催的才肯来。这个蒋离辉，你有什么思路吗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今早。怎么没去参加宫宴？一回京就听到这消息，你觉得我还能坐得住吗？没想到求取楚国公的人这么多，早知道那我就去了，多我一个也不多。1年不见，本以为殿下会有所长进，没想到还是如此没个正形。怪我吗？没说一声就走了。我们原本就说好了，谭墨军需暗查完后不再往来，我有何资格怪你？我王叔一向眼高于顶，若他当众求娶，多半是真心。怎么，你是想让我考虑考虑睿亲王？太后不会允的，太后一向宠爱王叔，若要定亲时，她一定要将一个把王叔视为全部的女子。像你这样心中有家族有朝堂，能把多少心思给你的夫君？是，所以我也认定此生不嫁。那你娶我吧。王氏如之，你疯了，不要连累我。那我做你外室。没想到岭南1年，没把你这锋利的性子磨平了，倒是越发荒唐了。你没拒绝。安王，你说我的心中有家族，有朝堂，难道你的心中就没有江山，没有社稷？不但有江山社稷，亦有黎民百姓。父皇身强体健，你改革初见成效。江山社稷有，黎民百姓有，这天下又不是非我不可。可我没你不行。那你不告而别，一走就是1年。楚国公，我还没跟你道声恭喜呢。当时为何走得那么急？若是不走得急，父皇就要给我安排婚事了。不是说此去岭南就不再回来了吗？他是这么说的，只是天为难测，才1年，他又让我滚回来了。大概是要立太子吧。可能我现在掌管着黑冰台，我也不在京城中，就只能把我叫回来。此前皇上也问过我，当立何人？那你怎么回答？自然是说初来乍到，对各个皇子的品行还不太了解，无法回答这个问题。皇上便问我，以为8皇子如何？父皇这不是要立太子，这是在立一个靶子。以父皇的身体，再过20年也不成问题。这是要把老八推出去挡这个祸呀。
我奉命调查税赋和私铸官银，2次都险些抓到青山伯府的把柄。青山伯大概是怕我继续查下去，迟早摘了他的乌纱帽，便和苏贵妃造谣出聘姬私臣，流言可畏。2人想必是顺势而为，想让皇上把我纳入后宫。当爹的再不济，也不可能抢儿子心上人。他只是说不能让你嫁进皇宫，又没说我不能入赘楚国公府。这算盘哪不响呢？什么意思？当日，在我将你带去殿前，状告齐元洪那日起，我就已经告知父皇，我心悦于你，所以，我去岭南之事不敢和你告明，怕父皇迁怒。可那是你我的合作，不是为了彼此的利益。你是，但我不是。如果不这么说，你不就拒绝我了吗？这次去岭南收获不小。我查出这私盐的盐矿，并非在1、2年前才有的，而是在20年前就已经初具规模了。20年前，当时的岭南知府是青山伯。此事我还没有上报，都是猜测，没有真凭实据。现在说出来没有意义。这谣言之事来得正好，等我落实了苏贵妃与青山伯造谣之后，我再将此事上报，你猜父皇会怎么想？与苏贵妃离心。所以，这蒋离辉到底什么人？为什么要造这谣言？先前在中书省，我在写钱币制度改革时，和他有些局域。行，等我消息。祖父，今儿身体可是好些了？我听太医说，今日您的脉象已经安稳，再将养几日，就算是又熬过一个坎儿了。谣言之事，怎么不和我说呢？这件事情不是我要瞒着你的，是它发生的太急了，我一直没有想好解决办法。不过是怪我没有用。若是我的身子骨好点儿，若是我把你父亲培养成才，也不至于让你顶门立户，殚精竭虑。你放弃了你所爱之人，现在又遭到非议传出。祖父您别说了，您先好好养身体，这件事情会过去的，没有关系。这偌大的家业，以后交给你，你一定会很辛苦。祖父，小姐，青山伯写信给祖父，是他将谣言一事说给了祖父，把祖父气死了。夏荷向所有亲朋报丧。那小姐你呢？报仇。楚国公，您等我给您通传一声。让开！当我者死！青山伯父，
殿下，刚才传来消息。说什么？此事好像和青山伯父有关。楚国公已经杀去青山伯父，您快去拦住他，不要让他再做傻事啊！殿下，楚国公有分寸，我立即入宫，给这件事添把火。楚国公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楚国公，江玉，你疯了！杀朝廷命官，这可是死罪呀！老公，这是贵妃娘娘的母驾，不是你张狂的地方。住口！回你房间去。是你写的？是我写的，我没有恶意，我只是想让老楚知道真相而已。那个，咱们两家原本没仇，如今为了个祈月湖闹成这样，不值得。你还在这看书？不要被你修的那个贱人给杀了！你去拦着啊！你们这么多人都拦不住，我只是个读书人，能有什么用？这样都是因为你！你快去拦着！拦着！哼，怎么去死？信不信我杀了你？我杀了你！父皇，一听到楚国公府有事，连宫都不出，朕都不见，马不停蹄的去查谣言之事。说说看，查到什么了？谣言是苏月珍让蒋离辉散布的，人我已经抓了。青山伯府家的四小姐和蒋御史嫡子，这人有什么关系？又是怎么回事？谣言的事情发生后，朕一家严防死守，不让祖父知道一丁点消息。现在事情过去了，朕本已放心，但朕今日下旨归家看望祖父，就被他问起了谣言的事情。你祖父怎么样了？祖父去了。见惯了楚国公在公堂上杀伐果断，朕竟然忘了，他是老楚国公捧在手里的掌上明珠啊！哼，叫苏月珍把蒋立辉给朕带上来。是。秦景为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儿臣接到消息，去捉拿造谣生事之人时，就是这副光景。三人纠缠于床榻之上，事出警戒，我只能这么把人带过。苏月珍，你已经和启元宏成亲了，已婚妇人，这成何体统？我已婚妇人怎么了？这江玉贵为朝中大臣，不知廉耻。我姑母亲眼看见这个人与陛下你，好好，按朕的旨意，苏贵妃降为苏妃，发封1年，禁足半年。父皇，还有一句，刚刚提人之时，又接到一个消息，青山伯父二公子苏月珍的哥哥苏磊杀了齐元宏。你说什么？
也许齐元洪知道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吧。苏磊着急要杀人明。刚刚岭南传来急报，说盐矿的事情又有了新的线索。青山伯，岭南私盐在你任岭南知府时就大肆生产，你还有何话说？冤枉啊，陛下！青山伯拿下。有为，此案交由你处理，你去将苏贵妃打入冷宫，等此案结束之后再做处理。将苏美缉拿归案，按律处置。是。请父皇移交到刑部处理。你说什么？这么大的案子已经查到今时今日，你要把功劳让给别人？老楚国公已经病逝，楚国公现在人手短缺，我想为楚国公置办丧事。你要去给楚国公府办理丧事？好，那这黑冰台指挥使你还干不干了？儿臣愿除去黑冰台一职务，从此不再踏入朝堂。殿下，滚！都给这滚出去！楚国公，节哀顺变。案子已经查清楚了，青山伯府满门抄斩，苏贵妃也难逃一劫。皇兄托我一道吊唁老楚国公，也托我给你带句话：丧事处理妥当后，你便可继续回朝为官。谢谢瑞亲王。景文，送我出去。景文啊，你我虽然是叔侄，但是我们两个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这种情分是不会改变的。抱歉，皇叔，我知道你对江玉不感兴趣，可此事我不能让。事情的决定权又不在你我手里，你说什么抱歉？往后若是再有需要，尽管来知会我。你我之间关系照旧。谢谢皇叔。景文啊，我若是你，自问是做不到这一步的。宾客都送走了，你先回去歇歇，我来替你守夜。我还想再多陪陪祖父。人死不能复生，你继任公爵，撑起这个家，老楚国公也是我喊的。当时我回上京，本想借楚国公府和你的地位，一展我心中的抱负，可你和祖父却如此以诚待我，我心中有愧。君子论迹不论心，论心世上无完人。你若心中有愧，往后便守住这份家业，教导士子，辅佐父皇，为百姓谋利。身居高位，你肩上的不只是荣耀，更是责任。说我是头头是道，我要为祖父守孝3年，你何必激怒陛下？3年时间足够徐徐图之了。我不想再妥协了。众皇子中，我出生最为卑微，20多年来，没有一天不再妥协。为了活下去，生在皇室
有太多的无可奈何。不过，为了你放弃，我不觉得可惜。圣旨到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自古帝王祭天立己，抚育还躯，莫不早见元良，以固国本。今六皇子秦景为秉性聪颖，孝友仁厚，德气深纯，英毅果决，克承祖宗之训，允挟臣民之望，兹克尊承宪，立为皇太子，正位东宫，以重万年之统，以系四海之心，布告天下，贤使闻之，钦此。太子殿下，接旨啊！谢父皇，儿臣接旨。行了，起来吧。朕当时让你接任这个指挥使，本是想磨你2年。你的品行和才学皆是上乘，本是想让老八来替你再挡个2年。谁知你们2人竟然闹成这样的阵仗！人若不退一步，丢个儿子事小，再丢个楚国公，那谁替朕办事啊？儿臣不孝，臣惶恐，未能替父皇分忧，未能替陛下分忧。行了，起来吧。这东宫之位，朕是传给你了，站不站得稳，立不立得住，靠你自己啦。父皇，楚国公要守孝3年，这3年之内，你2人不得成婚。这3年之后，你等如何，自行决断，朕不予干涉。不过，楚国公，这币制、税赋、改革都还未推行，你这心思啊，谁给朕放到设计上？臣定不辱使命。行了，继续看看你祖父走的最后一程。